一个视频教会你如何简单高效的搭设音效。今天的每日日记呢，又是超长干货系列，你肯定看不完，没关系，可以先点赞收藏，以后想学音效设计了，可以翻出来慢慢看。我把音效设计学习呢分为3步，就是先听、再观、再搭设。先听，我们找到一个学习片段，觉得原片的音效设计深得你心，那就可以多听几遍，最后一遍一定要闭着眼睛听。再观呢，就是把原声关了，再看一遍短片。这时候由于已经听了多遍，大脑会自动脑补无声的画面。此时此刻，打开我的音效库，或者你自己有音效库或者音效网站也行，就开始搭配音效。原则就是先搭配底音，再搭配拟声，然后搭配摩擦声，最后来点短配乐。我们拿吴彦祖老师的这段 TVC 广告片段来举例，我把原声关掉，然后自己试着设计了一下。我给大家讲一下设计原则。好了，我现在把这条破风前行的这条短片的原声已经关掉了，啊。现在我们开始为其设计音效。那依据刚才我们说的原则，先搭配底音。OK， 搭配底音之前呢，我们要分析一下所看到的画面。这是一个人在公路上骑行，然后两边还有树林。那我们就要想，是不是可以搭配一种丛林的音效？好，我们在底音的这个音效库里面，我们比如说搜索丛林的英文名叫 Jungle Jungle， 我们听一下第一个，好像还不错。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这个轨道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把它缩短一点，可以稍微缓入一下啊，稍微缓入一下。好，我们播一下看看。你看，搭配了底音以后，就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对吧？好。底音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搭配拟声。拟声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物体运动真实的声音。这里是骑行，那自然就是自行车的声音，自行车链条的声音。所以说我们在拟声里面，我们可以搜索一下自行车。好，自行车的声音在这儿，我们听一下啊。这个呢，这个好像还不错。那我们先放到这个主轨道上，我们感觉一下，是不是有那个感觉了？但是这里我会给大家一个音效设计的技巧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物的距离是由近到远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的声音呢，音效设计如果再往细节里抠，那也应该是由近到远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你看，我们到这儿应该是声音是最大的，离我们的屏幕也是最大的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一段前面的可以截掉，然后这段加个缓入，看这一段是最大，然后呢把后面掐掉，到这儿，对吧？到这儿就结束了嘛，对吧？到这儿就慢慢变小了，但是后面又不能没有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给它再复制出来一条，然后把它后面给它拖到这个镜头的结束点，我们听一下效果。由于这2条轨道在之前重叠了，所以说这一块的声音是最大的，然后慢慢的就变小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淡出效果。看没，就有一个由大到小的感觉。如果你觉得不明显的话，你还可以把这个声音再调整的大一些，比如说这儿再加上去3，对吧？这儿再加3，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关键帧，这打关键帧，然后我们在后面还可以放小一点，我们再试一下效果。看，这就是有一个根据画面的人物的运动的一个距离，来用音效来辅助它这种临场感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先底音，然后再拟声，然后再什么？再摩擦的声音。摩擦声音我们看后面。好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相当于是之前我给大家说那种乱甩镜头，是一个空镜的移动镜头，快速移动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就要用到，这就是摩擦的音效，那就我们到这个后视里面，像后视这种音效就是摩擦音效，那我们就到比如说我的音效库1里面，这里有个后视，
对吧？这里有大量的各种后饰，那我们就可以先搜索一个，比如说，splash 后饰，你听一下这个，它这个是带点风声的那种后饰，因为毕竟嘛，它是骑行，感觉快，速度快，像风一样，这种声音这种后饰就比较好。我们拖到这个位置来感觉一下，位置不对，我们再往后一点，还是不对，早了，好，对吧？看这个地方，为了加强它，我们依然是可以放2根这种摩擦音效，是不是有感觉了，对吧？然后到后面依然是这个骑行在继续，所以说骑行的声音，链条的声音呢，我们依然可以用后面这半节跟前面有点变化，放到这儿，也放2根。好，这个地方又是个速度很快的一个后饰。我这里再给大家教个技巧，既然都是这种像摩擦像风一样的这种后饰，那我们把这个轨道呢给它复制到这儿，但是这个地方速度咱们可以调一下，因为它这个速度比之前快，我们可以调到180，对吧？180的速度，181吧。那下面也调成181，跟它一样，对吧？181，好，也放到这个刚才出现速度很快的摩擦的这种镜头这个地方，起始这儿，对，看到没？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小音效的速度也是可以调节的，是根据画面的这种移动速度来调节。好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到正面镜头以后，正片就开始了，我们就可以配上一点音乐。这个时候我们到短配乐里面去，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西部风情的感觉的，对，这种我们觉得听一下，好，觉得这个音乐还不错的话，我这里只是演示啊，你可以配你自己喜欢的音乐，然后到正面镜头的时候，我们这可以提前一点，对吧？从这儿就可以开始，可以加一个淡入效果。好，整个这一段的音效设计，我们整个再来看一下，听一下。这个就是音效设计的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小技巧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